他28岁那年，一天赚进$100万，那是1907年，整个 Wall Street 在崩盘，JP Morgan 亲自派人请他停止做空。他叫 Jesse Livermore，被称为华尔街最伟大的空头。然而20年后，他3度破产，孤身一人在饭店里举枪自尽。他用3条铁律赚了今天3币值约30亿美元的财富，也用同样的人性把它全部输光。今天这支影片要拆开这本被金融圈奉为圣经的书《股票作手回忆录》，一本被华尔街每一代顶级操盘手秘密读过的书。这本书1923年出版，距今超过100年，但 Wall Street 每一代顶级操盘手都读过它。它不是教你买哪只股票，而是把一个交易者的内心、贪婪、希望、恐惧剖开给你看。看完你会明白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不是输给市场，是输给自己。而且你会在这个100年前的男人身上看见今天的你自己。1907年10月24日，纽约证交所快要崩盘，银行被大规模提款，股价腰斩，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在摇晃，报纸的头条全都是同一个字：恐慌。在百老汇街上一间券商办公室里，一个30岁的男人盯着电报机，他不喊不叫不喝水，就只是盯着那一条条冒出来的价格。他叫 Livermore。3天前，他已经做空整个市场。当所有人在哭着出场，跪着求银行不要倒，他在算账。这一天，他的部位每分钟赚进5万美元，每1分钟。收盘时，他单日获利突破100万美元，换算今天的币值超过3000万美元一天。JP Morgan 亲自派人到他的办公室说了一句话：“请你停手，整个市场经不起你了。” Livermore 答应了。回补空单，反手做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，当这位有着私人军队一般财力的银行家亲自出面，市场底部就到了。那一年结束，他的身价达到300万美元，他只有30岁。但 Livermore 不是天才出身，他14岁离家到 PaineWebber 当报价员，工作只是把电报传来的股价敲到黑板上，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。就在这个重复的动作里，他发现了一件事：股价的跳动有节奏、有惯性、有重复的模式。他开始在 bucket shops， 也就是当时的地下赌盘里下注，每次10美元、20美元，靠着纸条上的数字判断方向。15岁那年，他第一次提领1000美元获利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工人1年的薪水大概是500美元，他用了3个月赚了2年的薪水。赌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 The Boy Plunger， 那个豁出去的男孩。20岁那年，他被波士顿所有 bucket shops 拉黑，没人愿意收他的单。他带着2500美元搬到纽约，从那一刻起，他不再赌数字，他开始研究人，研究恐慌时群众的反应，研究贪婪时庄家的部位，研究一档股票要涨，必须先让多少人放弃希望。Livermore 的方法论可以浓缩成3条铁律。第一条，停损，永远在亏损10%之前出场。他说，第一笔交易出现亏损的当下，就是市场告诉你错了，不是在加码，不是在等等，是承认自己错，离场。Livermore 自己有一句残忍的话，在投机市场里，承认错误是你能买到的最便宜的保险。第二条，金字塔加码，只在获利的部位上加码。如果你买了一档股票，它没有立刻给你红利，就不要再买第二笔，让赚钱的部位变大，让赔钱的部位变小，这是它一切的根基。听起来简单，但实际上人的天性刚好相反。赔钱的时候，我们选择加码，安慰自己说均价拉低，等反弹就回本。赚钱的时候，我们又太早出场，理由是先把获利锁住。这2个方向都是错的。Livermore 把这件事写进书里。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跟天性对抗。第3条也是最难的，耐心等待，而不是预测。Livermore 说，赚大钱的关键不在于我怎么想，而在于我能不能安坐不动，等到完美的走势来临那一刻才动手，其他时间什么都不做。他在书里写，我从不在最低点买，也不在最高点卖，我只在我看见它要动的时候动手。这3条铁律看似简单，但真正能执行的人不到1/1000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是科技问题，是心理问题。1929年春天 ，Livermore 开始建立大型空头部位。
但他不是一次下单，他用了将近8个月，每天、每周，他切割订单，分散到全美超过100个券商。这样 Wall Street 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到底空了多少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一旦市场发现有人在大规模做空，就会有人反向做多去搓他，所以他必须隐形。到了1929年9月，他账上浮亏已超过600万美元。他的太太哭着要他出场，他的部属劝他认输，他没动，他甚至不接电话。10月24日，黑色星期四；10月29日，黑色星期二。道琼指数2天内崩跌1/4，而 Livermore 的空头部位全部开始爆发性获利，每一笔都中。1929年11月，他总共净赚了1亿美元，换算今天超过20亿美元。他成为当时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，报纸称他为华尔街最伟大的空头。《Time》杂志的封面上，他身穿3件式西装，五官冷静，像刚赢了世界的人。当所有人在跳楼，他在夹菜。但故事没有结束在这里。1934年，5年后 ，Livermore 宣告第3次破产。他自己写下了铁律，没有一条他自己能继续守住。为什么？3件事情同时发生。第一，他的第2段婚姻破裂；第二，他的儿子被妻子枪击重伤；第三，1934年，美国国会通过 Securities Exchange Act， 成立 SEC， 把过去他一直依靠的资讯不对称整片抹平。他过去靠的是比所有人更早读懂电报机，但新的法律规定，所有上市公司必须公开揭露。突然之间，他的优势全没了，痛苦让他停不下交易。他开始预测他过去最反对的事，他开始加码亏损部位，他最早写进书里的禁忌。他开始怀抱希望，抗拒恐惧，而他自己说过，把希望与恐惧带进投机是极其可怕的危险。1940年11月28日，纽约 Sherry Netherland 分店的衣帽间 ，Livermore 举枪自尽，享年63岁。留在桌上的纸条只有一句话：我的人生是场失败。你会说 Livermore 已经过了快100年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你想一下，今天还有多少人买进就被套牢，不愿意停损？今天还有多少人赚钱的部位早早跑了，赔钱的部位死撑到底？今天还有多少人明明等不到走势，硬要在每一个横盘里出手？这些都是 Livermore 100年前写进书里的错误。股票作手回忆录不是一本赢家的书，它是一本失败者的自白。作者拿着自己一生的笨劲，告诉后来的人，方法很简单，难的是你自己。如果你曾经在某个瞬间做过上面3件事的任何一件，那 Livermore 已经帮你写过了。最后，Livermore 有一句话作为这支影片的结尾留给你：市场永远不会错，错的是你自己的想法。这支影片是猜书系列第1支，下一支我们猜 Taleb 的黑天鹅。当几率碰上人性，会发生什么？